嫣然，对不起啊，昨天临时有点事，没去成。没事儿，我就是看昨天晚上下那么大雨，你还要开车，有点担心你。看你脸色这么不好，没休息好吧？先喝点茶。谢谢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敲门呢？你的小助理呢？怎么没来？请假了。请假？他请假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谢总是不是搞错了？夏小宁是我的私人助理，你不知道很正常。有时间关心别人私事，还是先好好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吧。关心公司员工也是我职责的一部分嘛。嫣然，工作我已经安排完了，其他的事情你盯一下，我先回去了。大白天旷工不像你性格呀。谢总好像很闲，你安排他去棚里盯一下进度，我回去补个觉。哎，那是你的工作啊，我下午还要去谈事呢。什么情况？发什么呆？这个夏小宁还真是不简单，借口家里有事，让老板送他回家，还夜不归宿。夜不归宿？你说老顾和小宁？是啊。看来得采取点措施了。你也不要忙了啊，你喝点儿。我吃过啦，你呀，赶快把汤喝了，然后再吃一个橙子。妈跟你说了，我已经没事儿了。医生不是也说了吗？幸亏送来的及时。不过小宁啊，倒是你啊，你说你这刚到一个新单位去上班就请假，这耽误了工作呀，不合适的。早点回去吧啊。没关系的妈，我们老板已经知道了，而且他特意给了我几天假，让我可以留下来多照顾你几天。哦，是吗？昨天晚上就是他送我回来的。哦，哎，我听护士说呀，你们老板长得是人又高又帅的，他们还来问我说呀，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啊？他长得也就算还行吧。哦，哎呀妈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你这汤是不是喝完了？喝完了给我。你把橙子吃了，别八卦。哎呀，我这是八卦吗？我这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。就是八卦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八卦，我八卦啊。男神你好，又要打扰你了。上次和你说的忘川这个项目，真的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现在剧本也非常棒，这些都归功于菠萝的老板顾晨宇，他也是圈内知名的配音导演，不知道你认不认识？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又认真的人，所以相信有你的加入，忘川肯定会成为精品，盼富。好好睡觉。最平平的景象，时光抽散，是会喧闹了愁躁，像青春慢慢的听到，你就是我的全世界，爱的全世界，让我有了快乐的力量，就是守候的那一道光芒，让黑夜都被遗忘，你就是我的全世界，爱的全世界，感觉被呵护在手心上，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模样，我知道这也是你所思和所想。
妈妈也真是的，顾总能吃这么辣的特产吗？哎，小宁，来，看一下文件。什么文件啊？哎，你来嘛。小宁，自从遇见你，就让我改变了许多原则，也让我变得幼稚。我要直接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做我女朋友吧。夏小宁，我让你上楼取个资料，用得了这么久吗？还不走？不许走！就算有天大的事，也不急于一时吧。好，我给你1分钟，够吗？够。小宁，告诉我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1分钟时间到。咱们老板真是被拒了吧？那正是。我要是老板，肯定能难过死了。你不仅不是老板，你还没有老板的告白。处理一下。好看。都愣着干嘛呢？还不工作去？汪组长，找人把脏东西处理了。哎，好嘞。最近和市场部门有交集的工作，你暂时先不用对接了。顾总，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。你怎么没接受谢飞的表白？怎么可能接受嘛？感情又不是儿戏。我心有所属。你有喜欢的人了？有啊，莫不语啊。这个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妈妈让我带给你的，表示感谢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上课。哦，所以从理论过渡到实践，最难的就是情感共鸣。理论上你理解了这个知识，但你理解了不一定能表达出来。想让自己的戏路更宽，除了要练习自己的基本功以外，更多的要去观察身边的人和事。只有你看到的人和这事越多，是我第一次听正式的配音课，这样你在配音的耐心讲课的顾老师蛮不错嘛。请问顾老师，
动画配音比影视配音要更加夸张一些。为什么影视配音对于声音的要求反而没有那么高呢？我相信各位同学的老师一定跟大家讲过影视配音和动画配音的区别。除了我刚才所说的情感共鸣以外，更重要的就是声音贴脸。所谓的声音贴脸，就是对声音有更高的要求，要求你的声音在音色上有不同的变化，来贴不同的脸。老师，那在实践中对嘴有没有什么比书本上讲的更实用的窍门呢？所谓的捷径和窍门，只有努力练习这条路，其他的都不存在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这位同学，顾老师，我想问的是，有很多配音爱好者，他们会在网上配自己喜欢的一些广播剧，他们大多都是错过了学习配音，又想往更专业的商业圈转型。我想问，有没有这样成功转型的机会呢？很多成功转型的网配在商配圈也很有名，所以保证有足够的热情和热爱，就很有可能会成功。这句话，莫不语也曾经说过，只要有热爱和热情，就一定能够成功。请坐。顾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忘川的剧本熟吗？熟啊，滚瓜烂熟，每一句我都能背下来。那试一段。现在啊，林墨寒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天多久了吗？终于，你走到了我面前。我们这一路都走得太过艰辛，我害怕这是一场梦。等到梦醒了，你又会从我的世界里消失。不会了，这一世便是生生世世，从此我不会再离开。饮了这杯酒，你我便是一体了，谁也休想逃。天上人间，恐怕再没有什么会比这杯酒更甘甜醉人。顾总，原来您还做老师啊？我以前的教授拉我来开了这堂选修课，希望我能在学校里多挖掘一些好的声音。真遗憾，我不是科班出身。如果我上大学的时候也能有这样的课，那就好了。有很多优秀的配音演员都不是科班出身的，努力和天赋同等重要，有时候自身的努力更重要。所以，我能够达到您的要求吗？我能不能去试那些龙套角色啊？应该可以。Yes。那个，顾总，顾老师，为了感谢刚刚您对我的肯定，校外美食一条街，您随便选，我请您吃饭。好啊。我跟我前男友老来这儿吃。天哪，你们俩还有联系？里面这么多人，而且有很长的队在排。上大学那会儿，我跟谢总、郝总，我们经常一起逃课来排队。这家店绝对值得你等待。我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。你真的觉得莫不语适合忘川吗？是啊，莫不语他自己不止一次的说过喜欢忘川。虽然我不知道他这一次为什么还没有回复我，但是我相信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他都是可以努力克服的。你这么确信？
我之所以有勇气敢去专业的配音公司面试，全部都是因为莫不语的一句话。刚刚你也和他说了同样的话，只要喜欢，只要有热情和热爱，就一定能够成功。哎，小姐你好，请你第2份半价，超级划算的。那就要2杯吧。扫这边就好。啊，我来，说好了今天我请你的。好了。哎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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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凑单比较划算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就经常和同学一起凑单。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难遇到的，遇见了就要好好喝光，珍惜它的每一点每一滴。顾兄，读书多无趣，3月桃花盛开，我有没……好了，可以了，下一个。郝总，石云熙的人还没有来。只有1个备选试音吗？对。是到哪个角色了？是女云熙。我们这儿准备中场休息几分钟。小宁，你去试一下。陈宇，这不合适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如果不行直接刷掉。去吧。谢谢顾总，谢谢嫣然姐。夏小宁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感受自己的心跳，感受自己的呼吸，慢慢进入角色。现在睁开眼睛，感受角色的呼吸，感受角色的心跳。准备好了，随时开始。我是出身卑微，我是懦弱无能，在你的眼中，我的生命就如同草芥一般。但是我至少坦坦荡荡，为了我想守护的人，我可以倾其所有。而你呢？利用你的权势不择手段，你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满足你的欲望。林墨寒对我有恩，我能为他做的只有一死。你郝连静，你什么都别想得到。音色很有特点，我觉得不错。音色是还不错，可是他的技巧使用方式太差了。啊，他不光不会调整呼吸，还有口水音的问题。哎，口水音的问题呢，让他多练练就好了。但是他整段的试音，我觉得比较完整。一个新人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他没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所以情感是他最大的优势。对。不错，真的。超出预期。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口水音，你要把这个问题克服了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配音演员。这个角色呢，我觉得夏小宁完全可以胜任。顾总，云溪这个角色，其实我们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有人选了，肯定会比夏小宁更专业一些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今天能够得到顾总还有杨老师的肯定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真的很开心。公司后面还有几场面试，你准备一下其他角色。嗯，我觉得现在不合适。小宁，你现在手上的工作都完成了吗？我记得你之前还自告奋勇地说要联系莫不语，回馈怎么样了？我已经联系他了，只不过对方还没有给回复。这都已经几天了，男主角的第一备选到现在还没有回复，你怎么联系的？微博私信。谢总怎么来了？来找小宁的吗？顾晨宇，我找你。顾晨宇，你喜欢夏小宁吗？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喜欢。这次我可是提前告诉你了。早上的表白要不是被你打断，我早就成功了。谁给你的盲目自信？我的自信与生俱来，不需要任何人给我。你的盲目也是与生俱来的吧？你的盲目才与生俱来吧？我谢飞可以保护小宁，你呢？不要告诉我你没看出来，嫣然因为你有意无意的刁难小宁。就比如联系莫不语这么大的事，平时他会交给一个新人处理吗？所以，你是给小宁制造问题的，我是给小宁解决问题的。你打算怎么解决？我谢飞是谁啊？我自然有办法让莫不语答应。你就等着看他当场回复吧。我是谢无常，你应该听说过我吧？我诚邀你参与到我一个新项目的配音，收到请回复，谢谢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别走啊！嫣然姐，怎么了？夏小宁，你演技不错呀，连我都被你骗了。嫣然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我才让你做了几天助理啊，就想着往录音棚里钻了。你知道有多少专业院校毕业的配音演员为一个角色等了多少年吗？你倒好，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去做，净想着走捷径了是吧？嫣然姐，我到公司面试的就是配音演员，我知道我自己基础差，所以我也不介意从助理开始做起，多多学习。莫不语我会继续联系的，而且我是绝对不会因为配音而耽误其他工作的。我只看结果，可现在的结果是你一份工作都没有做好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能身兼两职？如果公司所有人都不愿意做好自己本职工作，另有他想，怎么办呢？还有，让你联系男主角，你居然只用微博私信去联系，他会回你才怪。进度这么一直被耽误着，谁来负责呢？我给你一句忠告，年纪轻轻的，脚踏实地最重要，心思要放在该放的地方，不该想的就别想了。嫣然，话说的是不是太重了？谢总，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破例的话，我这个人事我是没法管了。莫不语回复了，
什么？我是说莫不语他回复了，他同意接忘川了。莫不语同意接忘川了。嫣儿姐，那我先走了，我去和莫不语联系那个忘川的事情了。嫣儿姐再见。老顾，我说过我有办法让他答应的，不要太崇拜我。你真棒。废话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去对接了。洋洋，我回来了。什么事儿那么开心啊？哎，有话好好说，还敢非礼我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终于要实现我自己的梦想了。怎么说？公司派我邀请莫不语参加配音，那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他发了微博私信。结果，莫不语他回复了，莫不语他第一次回复我，而且他还说今天晚上想聊。现在几点了？哎，你说我要不要问问他晚上几点钟有空啊？还是算了吧。他如果晚上有空的话，那他一定会告诉我的，你说是吧？他如果忘了怎么办呀？应该不会的，这怎么着也算是商务合作，你说对吧？哎呀，瑶瑶，你好歹说一句话，你帮我出出主意啊！话都被你说完了，你还要说什么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冷静，冷静。疯魔了，简直！在了，在了。其实时间的话，可以看您这边什么时候方便。我们公司这边都还好。又在干什么亏心事啊？我光明正大、坦坦荡荡的，我能干什么亏心事儿？反正我没有偷拍。顾总，我刚刚正在和莫不语约定见面的事情。忘川有了莫不语的加入，那简直是如虎添翼，一定会大卖的。顾总，您就坐等着数钱吧。见偶像这么开心吗？那当然，莫不语，他可是我唯一的偶像。我之前和你说过的。小心见光死啊！我才不是那么肤浅的人呢。再说了，我喜欢的是他的灵魂，我又不是外貌协会。万一他是呢？他也不可能会是那么肤浅的人。就算他是吧，那我也不可能会吓到他吧。我男神回复我了，他已经把那个时间还有地点全部发给我了，我要去准备准备了。顾总，我就先不跟你聊了，拜拜。昨天刚失败，是不是要？
失败。谢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刚好出门，想说顺路送小宁上班。上班？今天不是周末吗？哦，对啊。那小宁在吗？小宁啊，她今天约了莫不语见面，好像在什么咖啡厅。约了莫不语？对啊，和自己的偶像见面，她还专门精心打扮了一番。走调都那么帅。夏小宁，你要冷静。第一次见男神，千万不能失态。我倒要看看这个莫不语长成什么样子。我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抱歉，今天临时有急事，不能来了。花小宁，我们下次再约。小宁，别等了，这么不讲信用的人，拉黑算了。谢总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过来看书，学习学习。您能看得清吗？哦，我都忘了。哎，清楚多了。对了，你不是来找莫不语的吧？嗯。爽约就是不对，我帮你教训他。不用了，谢总，真的不用了。约好不来又不早说，不要以为你是莫不语就可以目中无人。如果再有如此无礼的对待别人，我一定直接挂你。幼稚。小宁，我看莫不语也不来了，不如我们吃个饭。不用了，谢总，我一会儿还要回去抓紧练习呢。练习嘛，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我知道附近有。夏小宁，上车，有工作。今天是周末，有什么工作啊？加班。这个顾芷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阴魂不散？
顾总，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的棚吗？这是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经常用的棚，现在还会偶尔过来录个音。你不是说莫不语非常注重个人隐私吗？按照你的计划，他应该有个属于自己的录音棚。还是顾总想的周到。不过，我今天没见到莫大大，他刚改为晚上连麦沟通了。作为对接人，应该熟练地掌握录音间的设备。所以，趁他没有进棚之前，我带你先练习练习。顾总，你要不让我来调试吧？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对，你再指导。可以。首先就是打开硬件设备，音箱先关后开，打开录音软件，输出输入设置，最后新建一个轨道。这样就可以录制了。哦，对了，要调整一下输出的音量大小。输出，应该是这个键。顾总，我能进里面去试试吗？去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可以了。每一次相遇都是一种缘分，在我们的世界中，每天都有着无数次的相遇，无数种的缘分。有的就只是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，却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。喂，听得到吗？喂，能，我能听到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实在是太紧张了，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能和你连麦，这简直是比有生之年还要有生之年啊！这么激动，还能聊工作吗？我会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，把公司分开，请您相信我，莫大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正题。好，进入正题是这样的，之前的合作细则我已经通过邮箱发给您了，我不知道您看过之后有什么觉得需要修改的内容吗？合作细则我已经看过了，非常好，和我心目中的想法很契合。您满意就好。那你们公司有什么要求吗？您能答应忘川的邀请，就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荣幸了。不过我们公司这边还有3点提议。
第一个建议就是，希望莫不语老师您能有充分的时间和档期来配合我们这个项目。第二点是希望您配合我们公司的集中录制，这样也方便沟通。第三点，希望您能够参与部分的选角工作，也方便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。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，说完了。第一点是一定的，后面2点我需要再考虑一下。我也有3个条件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您说，我们这边会尽力配合的。第一，我不会镜头录制。你是我的粉丝，应该知道理由。第二，我只跟花晓宁你一个人对接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见面以后，我的身份要绝对保密，不能对任何人提及。注意，是任何人。我明白，莫大。您的要求我已经全部都记录下来了。明天会上我会和我们老板提议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我都说完了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啊，我还有100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可是我承诺过回公司分开，还是下次吧。我没有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我觉得和莫不语连麦。是昨天睡得比较好吧？顾总走。走。啊，顾总，我昨天已经成功的和莫不语连上麦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人特别好，而且非常配合，可以说是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不过由于他的身份需要保密，所以他提了几点要求，要和您商量一下。哦，我都已经记下来了。以后汇报工作认真一点，开会的时候说。哦。莫不语提出了3点要求，第1点要求是他不能进棚配音，第2点是他的真实身份不能被曝光，还有第3点就是莫不语他要求只有我和他对接。只和你对接？这真的是莫不语本人自己的要求吗？是啊，郝总，大家都知道，莫不语对隐私非常看重，有可能是他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所以才提出这样的要求吧。之前从来没有过助理和配音演员对接的先例，要想胜任这个工作，至少要懂得配音。小宁专门负责对接这么大咖的人物，的确有点不合适。坐下吧。这个莫不语架子很大嘛，看起来是个又多事又难缠的人，让小宁去对接这种老油条，确实有点困难。我就勉为其难，代替小宁去会一会这个莫不语，帮他去对接一下莫不语。我会单独租赁一个录音棚，交给夏小宁负责。莫不语提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，就这么决定了吧。谢总这么积极的想出力，那么男2号的待选，就请你邀请一下谢无常。不可能，论实力，谢无常可是甩出莫不语几条街，在圈内地位也是数1数2，怎么可能接男2？其他人当然不行，但谢总人脉广，肯定有办法。这个任务非你不可，对吧，谢总？这简直异想天开。丑话说前头，他要是非不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人家只接男1的，这个就靠你了。
有谢总亲自出马，这个谢无常就算再难啃，肯定拿下他。还是顾总有眼光，让谢无常和莫不语同时对戏，是正正合适啊！你懂配音吗？你知道谢无常什么咖位吗？不懂你在这里插什么嘴？其他配角也要开始定人了，具体的人选会在今天下午下班之前定下来。我建议，除了主要角色以外，其他的角色多给新人机会，用公平的方式进行海选，公司内部的人也可以参与。各部门按照计划推进。散会。陈宇，刚刚在会议上不好直接反驳你，但是配角海选这件事情，我认为不可行，而且这样大费周章，很浪费人力物力的。还有你说要采用谢无常作为男二这件事，如果我们要一直死磕他，我担心会影响进度。没错，我完全同意。老顾，你好歹也是圈内的人，谢无常什么水平、什么咖位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让他当男二，简直是大材小用。忘川是公司的重点项目，背靠的 IP 热度高，无论对哪位配音演员来说，都是非常好的机会。至于邀约谢无常，凡事都有可能。但是这种竞争很可能会造成公司员工之间有你争我抢的风气。你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他们都去准备这个海选，手上的工作谁来做？就比如说小宁，他就不适合参加这种选拔。这我不同意。这样的公平海选，所有员工都有资格参与。分身乏术倒是有可能，不然对接莫不语的事，你换别人。你到底站哪边的？我当然是站在真理的一边，谁说的有理，我支持谁。向小宁对接莫不语已经决定了，不用再讨论。小宁也是公司的员工，当然有权利参加海选。我看他还是别给你当助理了。小宁这么弱不禁风，你别折磨他了。对接莫不语和当你助理，你2选1。什么时候，制作部的事情也要由谢总来吧？有时间的话，多关心一下进度。哪天邀到谢无常，哪天定男二。嫣然姐，配角海选这种事儿几乎就没什么先例的，这么大费周章的，我也觉得挺不合适的。您不再劝顾总了吗？我劝过了呀，他要坚持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看顾总那么坚持，多半是因为那个夏小宁吧。当初看起来乖乖的，没想到心眼那么多。要做配音演员，还想走捷径，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就是，凭他的实力，给他机会他也选不上的。选不选得上，不就是顾总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我晚上回去看。谢总。怎么了？您有时间吗？我有些话想跟您聊聊。那我们走走。想说什么？谢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上一次骗你那件事情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我再一次正式的跟您道歉，对不起。哎，等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道歉啊！您真的怎么惩罚我都行，谢总。您就是别拿感情的事情开玩笑。您这么大张旗鼓的在公司里面表白，这影响多不好啊！你该不会以为我对你的表白是在报复你吧？难道不是吗？那行吧，今天你也正式道歉了，我也接受了，从此我们就一笔勾销，谁也不欠谁了 ，OK？真的？
那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应该算朋友了吧？那当然了，只要谢总您以后别再这么吓唬我了，怎么样都行。那天我也是太冲动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迂回战术，先不要给他那么大压力，细水长流。你就算坐在这里一晚上，盯着我看一晚上也没有用，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。老顾，我发现你不切实际起来，比我还要命。你用脚趾头想一想，谢无常怎么可能会接南二？以谢总的人脉，我相信你肯定没问题。上次不是莫不语都给你面子了，那就是因为……算了，下一个话题。如果我让谢无常接了南二，我要求跟莫不语有同等待遇。可以。他可能也不来公司录音棚录音。可以。由夏小宁负责对接。不可以。凭什么？不是说好了和莫不语同等待遇吗？我是指酬劳和尊重方面。那谁来对接？我可是很忙的。你的秘书小李和汪周都可以。小李根本什么都不懂，他就是个市场部秘书，汪周就是个狗腿。小宁不一样。莫大您好，根据您上一次提出的要求，我这边又调整了一下方案。您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和您详细说一下。今晚15分钟后。一个人也是对接，两个人。老顾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啊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有情况啊！你刚才一脸春风得意的和谁发信息啊？酒喝好了吗？还行吧，这酒。喝完了早点回家，我要睡了。你还有，今天晚上不许出城。真无情。现阶段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。第1期的剧本我之前发到您邮箱了，不知道您看过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？我看过了，情绪转换很多，很不错的剧本。能得到您的肯定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剧本是我们顾总亲自改的，他对剧本非常的严格，即使进度稍微慢一点，也要保证剧本的质量，精益求精。你不会觉得你们顾总这样太过严苛了吗？完全不会啊。您放心，顾总是我们忘川的配音导演，严格是因为对忘川这个项目非常重视。他不仅对工作人员很严格，他对自己也很严格。但我听说他不仅工作的时候很严厉，平时也不太容易相处。老板和员工之间有一些距离，这我还是能够理解的。但是他对大家真的都挺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莫大大，我好像说的是不是有点多了？毕竟像您这样又专业又温柔又平易近人的人，现在真的挺难得的。你把我想得太好了，你就不担心现实中的我没你想象中的好？我不担心啊，因为我觉得您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既然你这么捧场，那现在粉丝福利事件，你有什么愿望？真的吗？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想要当配音演员的愿望，可是我们老板说我的咬字还有气息方面都不是特别好，我想知道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更好的办法吗？你平时有做口部操吗？有的。气息的话，平时要注意多加锻炼，快吸慢呼，保持气息的平稳性，一口气发声至少要保持在1分钟左右。这个不能着急，要慢慢练习。这样才能弥补你的不足。
我推荐你几本书，非常实用。好啊，谢谢莫大大。再见。24秒。夏小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刘雅婷。啊，我记得。哎，过来过来。你什么时候到的公司啊？这不是刚好海选吗？我想再一次过。聊什么呢？汪组长，刘雅婷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海选你再张不开嘴，改行吧你就。汪组长，您话不能这么说吧？每一个人都有新人的时期，每一个人都是需要被磨练的。小宁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敢当众让谢总下不来台，可没你好果子吃。夏小宁、刘雅婷、赵丽，进来准备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看一下，按照上面的要求买一下加班餐吧。我马上到我路了。你一个什么都不会，少这1、2次又能怎么样啊？反正就是个陪跑的，快去，去吧。这么远啊！我这个人很人性化的，我要让我所有的组员满意。去吧，给我也带一份。我要蟹堡，在中山路。OK。中山路很远的，来回一趟至少要4个小时。是啊，王组长，就麻烦你跑一趟了。谢总，我这还有会呢。是吗？可是我看你很闲啊，快去吧，我饿了。好。汪组长，辛苦您啦。谢谢谢总。没事，你快去吧，加油。小宁，下班了？正准备下班。一起吃个饭？谢总，您不是让汪组长给您带饭了吗？他这一个来回估计也要4个多小时吧？您不吃一口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就趁我帮你收拾汪州，你也得表示表示吧。那说好了，我请你。行，收拾好我们就走吧。老顾，我们先走啦，我跟小宁约好了吃饭。顾总再见。夏小宁。怎么了，顾总？工作都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做完了。莫不语的合同呢？莫不语还没有发我他地址呢。他没发，你不会主动问吧？这么重要的合同，
时间就是成本，赶紧问。哦，那我现在问。顾总，等莫不语回复我了，我第一时间就通知您。都下班了，私人时间。顾总，莫不语他回复了，他约今天晚上面签。很好，工作为主。那当然了，那顾总我先过去了。哎，都有个先来后到吧。对不起啊，谢总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对我们公司也很重要。我下次再请你吃饭啊，谢总再见。小宁。谢总，下班了不回家吗？不回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知道他去见谁吗？莫不语。那你还得意个什么劲？我们两个大活人加起来，都比不过一个不敢露面的网络爱豆。什么意思？就在刚刚，小宁因为我拒绝了你，证明我比你重要；又因为莫不语拒绝了我，证明莫不语比我重要。也就是说，你我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莫不语，还不清楚吗？喝两杯。美女真是好眼光，这是我们店才上的主打款，版型特别好，您穿上特别显白，还很修身，非常适合您。那就要这一件吧。好，那请跟我来。好。也就是说，你我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莫不语。莫大，莫大，你在里面吗？我进来了。你许愿，我都为你实现。虽然不曾看见，幻想你的